昨天呢，和一个朋友聊天，说到了这个房价的问题，他有一个疑惑，说你之前呢从事了这个房产相关的行业，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房价上涨就特别容易越调控越上涨，而房价呢下降却很难很难？那今天呢就这个话题，我要跟大家呢分析4点原因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土地的价格决定了房价的涨跌。那么在98年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我那个时候买房子很便宜，对吧？大概呢500-600块钱一平方就可以买到啊，大城市呢也不过才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每平方。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土地是多少钱。现在我们的一个模式是开发商找地方政府去拿地，拿地了以后再建房子。你可以呢把开发商的成本认为是呢拿土地的价格，包括呢在银行贷款的利息，还有呢这个在建房子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成本。而现在呢这个土地是被我们国家政府所控制的，那么也就是说土地就决定了未来的房价。很简单的一个比方，开发商拿地的价格是5000块钱每平方，他建房子包括找银行贷款的利息总共算下来呢是3000块钱每平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开发商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拿下来的时候，它的成本就是8000块钱。好，我要赚2000块钱一平方嘛，那这个时候你去售楼处买房子，这个价格就是1万块钱每平方起。那又比如说呢，开发商在2000年的时候拿地是1000块钱每平方，那它另外的成本加起来呢又是1000块钱，它的总成本就是2000块钱。好，我赚1000块钱每平方，所以呢我开盘的价格就是3000块钱每平方。所以土地的价格呢决定了房价的走势，如果土地没降的话，那么房价自然而然不能降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当我们购房者花1万块钱每平方买的房子，再加上我们后期的装修，还有呢还银行的贷款，等我们在卖这套房子的时候，你认为自己会低于1万块钱每平方去卖吗？很多人只是嘴上希望房价降，但是真轮到自己的房子降价卖的时候，他却1万个不愿意。第二个方面，房子呢代表着财富，它和呢其他的商品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很多人说房子不也是商品吗？为什么房子只能够涨价就不能够降价卖呢？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是一个卖菜的，你去呢批发市场去卖菜，你只会考虑到你的进价以及运输的成本，我再加上我的差价直接卖掉就可以，这就是我赚的。但是房子虽然是商品，但是呢它的涨跌呢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，比如说地段问题，比如说楼层问题，比如说周边配套的问题。那如果呢你现在有房子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10年前你花了5000块钱每平方买的，到了现在即使你不漫天要价，按照市场价也会涨到8000到1万每平方，绝对不可能跌到2000甚至是1000块钱每平方。很多人嘴里面口口声声说要符合市场规律，这就是你们要的市场规律。而且呢大家买了房子，对房子是有一个期望的。虽然说我们不炒房子，但是房子作为我们自己最大的资本，也是希望它不断的涨价的，对吧？很多人说我买了第一套房子，我辛辛苦苦了20年，那么现在我要买第二套房子，我肯定要卖一个合适的价位，因为我还要买房子。那么在这种交易的环境下，人人都是买家，人人都是卖家，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。但是我们说普通的商品去交易呢，是一个闭环，有人卖就有人买，但是可能呢这个角色相对固定，卖的永远是卖的，买的永远是买的，不可能大家都去参与。但是房子却不一样，尤其是呢在二手房市场，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现象，就是一个小区的房子好像大家都统一在报同一个均价，一个小区呢绝对不会出现2个价格，不会呢是大部分人卖10万块钱每平方，有那么一部分人呢只卖1万块钱一平方。所以说财富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，大家都希望它涨价，而不是希望它跌价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金融系统不允许房价出现
落的情况。那过去20年，很多人说房价上涨，房价上涨是有需求的呀，因为人口在不断的往城市去流动啊。过去人们从农村到城市到这里生根，大家没有房子，是需要买房子的。那么需求量多了，土地的供应少了，那为什么房价不涨呢？而且呢，当时人们的杠杆率却没有这么多。那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，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可以毫无节制的去花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债，没有杠杆率，对吧？他挣多少花多少。但是为什么人到了30岁以后，想买的不敢买了，而且过生活非常的节俭？那是因为我们的负债率变高了。首先，我们有房贷，我们有车贷，我们还有信用卡，我们还有呢夫妻之间的生活支出，还有孩子的支出。总之，你的支出变大了，你的压力变大了，你的杠杆率上去了，所以你不花钱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也是同样的一种情况。如果房价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白菜价，那么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选择的是弃房断供，而不是把房子低价卖出去挽回自己的损失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几年这个法拍房的数量在增加啊，很多人说那这几年房价也没有降啊，其实是因为大家的收入受到了影响。怎么样受到影响？大家可能知道这几年疫情，我们的收入减少。如果呢我们没有这几年的疫情，大家的收入稳定，可能这个法拍房还会少很多。第4点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房价如果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，会影响到民生问题。那我之前呢就跟大家讲过，不管是开发商，还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，还是实体经济，包括地方政府，都离不开银行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家都在找银行借钱。现在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。如果说银行的金融风险加大了，那么这个时候银行会收紧，不会呢向任何一个行业去发放贷款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开发商倒闭了，这个企业破产了，进行大量的裁员，老百姓失业了，钱越来越难挣了。这难道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吗？所以呢，综合以上4个原因，房价不会出现大跌。而且呢，房价之前上涨容易，是因为呢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，但是现在有了房住不炒，最大的炒房客离场了，所以房价稳了，没有了居心叵测的人，那么房地产就会长期健康平稳的发展下去，这才是我们所看到的局面，进而呢去影响经济内循环，提高大家的收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